所以呢，我们才看到观世音菩萨呢，就在我们中国的社会当时中国流传这个佛教的过程中，慢慢怎么样呢？就现这个女神。那我们这个学者研究观世音菩萨怎么样从印度传过来的男身丈夫身转成女身，但是又要保留他的那个菩萨的那种像，所以呢，佛教的艺术家或者雕塑家、画家或者是雕塑家，他们都会尽量把观世音菩萨的像呢雕成或者画成所谓的丈夫像但是我们看到他的服装、他的穿着他显出来的一种像，我们都叫做女像那么这个就是表示他的慈悲。那么大乘佛教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大乘佛教提到很多很重要的这个精神的时候，慈悲是一种精神，但是它也是一种行持，它具体的行持从这个菩萨的一种行动就可以看出来。但是呢，它开始呢是我们内在的一种精神，就心灵的一种力量，知道吗？那么怎么样把这个力量化为一种实际的行动？那么就有这些菩萨，他来告诉我们观世音菩萨呢出现在《华严经》里面，不是很长他就三才童子53参，就是在普陀他另外一个译音，只是后来我们中国佛教叫普陀山，也是从这个《华严经》的这个音出来的当时三才童子去参访的时候呢监中就遇到了这个观世音菩萨，就是在普陀山，所以我们现在才把普陀山那一个地方叫做普陀山，是我们定名的是说观世音菩萨他要停留在那边他不肯到别的地方去，要停在那边，所以我们就叫普陀山那么这样的一个研究呢，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完整，那么出了一本书，很厚很厚的，用英文写的，然后翻译成中文如果你们有时间很喜欢观世音菩萨的，可以去找。那么从什么出版社呢？法鼓文化出版社那可以找得到。我们这边有法鼓道场吉隆坡跟新加坡都有可以找到你们对学术有兴趣，然后对观世音菩萨也很有兴趣的，那么可以去找来读，就知道说观世音菩萨是怎么样从一个男生后来涌入到我们中国佛教中国的土地里面去的时候呢转化为女生那么所以慈悲，然后呢有智慧，所以文殊呢他手上有一把文殊菩萨在这边这个是普贤，这个文殊。那我们看到的这个像，它只是拿一个如意，有些他拿一把剑，对不对？剑就是什么？智慧宝剑把所有的烦恼一刀一剑就切完了普贤菩萨原本好像有的是拿一朵莲花反正各式各样的。然后下来呢，就地藏菩萨。地藏菩萨呢是四大菩萨里面现这个出家相的。实际上呢，我们也有看过身形的文殊像，就文殊菩萨现这个出家相的。那么这些菩萨要现什么相都可以，所以普门品里面就因以何身得度者，观世音菩萨即现何身而为说法，对不对？所以虽然说32还是33化身，其实不止然后地藏菩萨是愿力，为什么他愿力很强呢？因为他说地狱不空，他不成佛，也就是说他要把地狱的众生度完了才成佛。
我们就想想地狱的众生这么好度吗？最难度的众生是不是地狱的众生？其实不一定哦，反而觉得说我们人最难度所以呢，成佛容易，做人难，知道吗？你看佛多么容易，坐在那边，你们哎呀真难啊，每天3餐吃了都要起烦恼，对不对？还好这次你们起欢喜心，有时候起欢喜心也是一种烦恼来的，知道吗？你太好吃了，哇，多吃2口，哎呦，来念经的时候念不出，那个塞在这里不好吃，你等下不吃，来这边念一半，被人家抬出去了，这也是烦恼，做人很难的成佛你看多么容易呢？就坐在那边所以赶快来成佛从人到佛，然后尽量做佛学佛不要整天学太多的人的那种习性那么其实人呢也真的是很难，因为呢要上要下都要经过人这一边所以你下地狱呢也要经过人做了很多坏事你才下去的，要上天呢你要经过人做了很多好事才上去的但是你不要做那么多坏事，也不要做那么多善事，你赶快觉悟去成佛比较好所以呢我们学那么多都是为了要成佛的你觉得很难，佛就觉得很容易难跟容易呢在我们一念之间刚才提到的，你跟人家碰到有问题的时候呢你一念是人的话，会跟人家吵架；一念是佛的话呢，没事了。你看做佛多么容易你一念佛，没有吵架了，没事了。一念是人的话，吵起来了。一念地狱的话呢，哇，这个怒火焚烧。一念贪心，恶鬼了。所以呢，一念佛的话，无数，没事了。所以我们还是要学佛做佛那么在谈到我们的普贤菩萨的时候呢，我们说大横大行就是表示他告诉我们的那个行持呢是很大很大很大的所以呢我们要跟着他的这个心来放到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去。可是呢，你们念完普贤十大愿的时候，会不会发现昨天我们讲的这个六度好像没有讲到？六度有十大愿吗？没有十大愿有六度吗？好像也没有我们不是说六度是菩萨行吗？要成佛的吗？那怎么没有这个我们要知道，因为呢，其实我们之前都一直有在谈，就说我们在修行的时候有慈悲门、信愿门，还有智慧门，对不对？那么六度呢，它是比较偏智慧，所以它修定修慧嘛那前面的布施安忍那个是慈悲，其实安忍也是一种智慧，持戒也是一种慈悲我们不伤害众生就是一种慈悲慈能娱乐，给你快乐，给我快乐，叫做慈。悲能拔苦不给人家烦恼，不给自己烦恼，叫做悲所以这个是不是慈悲？你持戒你就不烦恼吗？因为你不伤众生吗？然后你持戒的话也不会伤害自己有些学佛的人说哎呦这个佛三皈五戒很难
守这个戒太难了，叫我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这个不能做。你看看那个不能做的，有哪一个是好事？啊，不能做的都是什么？都是坏事的嘛。叫你不要做坏事啊，你还说学佛不好啊？杀生好吗？不好。偷盗好吗？不好。邪淫好吗？不好。妄语好吗？不好。饮酒好吗？有些人说这个要考虑考虑，因为很多人啊很喜欢的嘛，对不对？那有些人说佛陀讲不饮酒戒，所以呢，我守这个不饮酒戒。我抽烟可以吗？因为佛陀也没有说不抽烟啊，佛陀那个时代没有抽烟啊，所以佛陀自戒的时候当时是这样子的嘛。但是他的精神就包括了这些抽烟啊、吸毒啊，还有用一些不当的药品，这个大家要注意哦。那个药呢会伤害你的身体，那个药呢会麻醉你的理智的，其实都在这个不饮酒戒里面。虽然他没有直接讲，但是也包含了，因为他的精神，不饮酒戒的精神，它的核心是什么呢？因为饮酒一个对生理的话，它伤身。当然有些人说我喝一点点保身，还有一种保命酒、养命酒，对不对？当然你也可以拿这个做理由的，也没有关系啊。那如果你喝出问题的时候呢，你就要想到佛那么早就看出了啦，对不对？然后他常常会出现另外一个情况，就是他很容易麻醉我们的神经。佛呢教我们的是智慧的这个修行，我们一方面要修智慧，一方面喝酒来麻醉自己，那不觉得很奇怪吗？对不对？你一边在这边读书修行打坐，要修智慧，然后那边灌到醉，要打醉拳有这个叫智慧吗？没有智慧。所以它的最中心的部分呢，就是它的精神，就是我们不要伤害自己的生理，也不要伤害自己的理智所以所有这些药物呢产生这些不良后果的，那我们就要禁它所以它每一个戒律它本身它一定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精神所在所以我们守戒嘛，因为你就不伤害别人嘛，就是慈悲。你不伤害别人的同时，你也不伤害自己。你们跟人家吵架的时候呢，妄语里面的恶口呢，你以为你吵赢了，你就很开心啊？不开心的为什么呢？因为你一直会不断的重复那个过程的，知道吗？尤其是有些同学呢，我们打坐的那些同学他们在那边打坐如果他不喜欢跟人家吵架的，从来没有跟人家吵架，他做了以后呢，佛出来的都是善语、正语、好话。打坐的时候心很安前几天跟人家吵架来打坐跟人家吵架的影像就跑出来就重复一下那个过程。当时他一句我一句，他一句我一句，哇，骂到最后我竟然被他骂倒了，我输了。然后在打坐的时候想不敢咽，哎呀，当天他骂那一句的时候，我为什么没有再用另外一句骂回他？我用这句骂回他，我就赢了嘛，对不对然后你在想哎呀，我终于想到一句话可以骂回他的，赢了那赢了以后呢，后来你就想，如果我这样骂他，说不定他又会怎么样骂我嘞然后你那只想呢，就在那边骂来骂去，骂来骂去，骂来骂去，骂到最后你终于有一句赢了，你这只想结束了，你就想期望这个气赶快结束。为什么呢？我要回去找他，跟他骂过
我知道怎么骂赢他了吗？对不对？所以呢，你看你在那边打坐的时候，过去心、现在心、未来心，全部串在一起，吵来吵去，吵来吵去。哎呦，打坐做得那么辛苦，你来禅堂干嘛？对不对？所以你看，我们没有把这个戒守好呢，它对我们的干扰多么大，知道吗？你们那些打坐的同学不要笑，你们为什么笑？就是因为师父你怎么知道我就是这样的咯？哎呀，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个你看慈悲你看布施、持戒，都是慈悲心，不伤害别人，不伤害自己，不伤害的话，苦就少了，两边的苦少了。你看我们用功多好，打坐浮起来的都是善的念，善的念你也不要执着它，来了它让你心里面会比较安定，然后这个念过了以后怎么样？放下，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也不可得，把它放下了，然后你那只想做得安安稳稳的安安静静的，然后出来以后真的是禅悦为始，法喜充满，然后这样的法喜你再来读经，不一样的。这个经文你用这样的一种心，你在读经文的时候，你发现跟经文很相应的有时候一念过呢，我就知道了这个经文告诉我什么道理。你的心总是在那边这么多纠缠的，你读经读不进去的，不相应那么所以呢，我们慈悲对自己，我们慈悲对别人，对不对？所有的行持，所以有智慧心也有慈悲心，但是呢没有心愿心因为这个大乘佛教呢，它当时在弘扬的过程里面，佛陀本身呢，他不是特别强调这个部分就是说佛陀当时在弘法的时候，那么早期呢，他比较重视的是智慧，要弟子赶快解脱。那么后来要度更多的众生，就要说有慈悲心。但是佛教在流传的过程中，它是印度文化里面的一种现象。印度人呢，他们非常的高度信仰，他们整个文化基本上就是宗教文化。那么我们也知道说，人类的文化里面很高的一个智慧呢，其实有宗教的智慧。那么宗教呢，在弘扬的过程中，它要提醒或者提倡一种所谓的信仰。因为呢，我们人的智慧不够然后没有这么高度的，那么你通过理论知道的话呢，在你的行持上不一定能够跟你的心完全相融合，所以你必须要建立一种很高度的信仰然后这个信仰一升起来的时候呢，你对所学的东西充满了信心。这个信心在我们修学里面很重要的，我们前几天就讲过了嘛，用心来贯通我们整体的这个修行。所以这个部分呢，在一些经典有特别强调所以那些流传的那些尤其大乘佛教的经典特别强调这个部分。那么因为这个部分呢，强调他的信仰的时候呢，对很多这种佛菩萨的境界，他就会把它传达出来。那么其实呢，我们发现到说，这一种精神呢，或者是这样的一种境界呢，在我们现实生活里面呢，其实如果我们没有这个信心呢，我们做不到的。佛讲他的本身故事的时候，他行菩萨道的时候，很多很多的事情，我们读了以后，当作是一个什么
一个传说，对不对？一个故事，一个本身的故事来听。那如果你很有信心的，你就相信佛陀的确在行菩萨道的时候是这样的行持。那么这个信心，如果你一建立起来的时候呢，你遇到任何一个问题的时候呢，你就能够真正的去做，因为你有信念，你有很坚定的这个信念。所以呢，在大乘菩萨道里面，尤其他讲到菩萨道要完成的那个部分我们的善财童子53参就入法界品，到要圆满的那个部分呢，他就遇到普贤菩萨，告诉他这个4大愿，那么跟信愿的行持完全相融。你们读华严经的过程里面会发现到说，有很多佛菩萨的境界呢，你只能够当做一种信仰来去理解。但是当做信仰理解的同时呢，你是不是可以用一种完全或者圆满的信心去接受它？当你能够做到这样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到你自己本身呢，在现实生活中就能够克服很多很不容易的问题。你生活里面呢就没有这些烦恼。为什么呢？因为那些行持呢都是很高深的佛菩萨在行持的过程中他们做得到的。如果我们当作是一个譬喻，或者是一个传说，或者是一个故事的话呢，给我们一些启发，那我们就会用一种我们所谓比较理性的角度来看它。那么这样看的话呢，我们的信愿那个心还不足然后我们也认为说它是一个譬喻，说可以做到这一点，或者是当时就是某一些特殊的情况，那我们的这个信念就没有那么足。老实说呢，我们大部分的人还是这样，即使呢我们很多同学呢有一种信仰的心理但是这个心理呢其实还不是最有利的不然的话呢，你们不会出现刚才我们谈到的一些事情来这边然后发生一些语言的什么，或者是心里面有很多不舒服的念头虽然没有讲出来就是有烦恼或者是生活中有很多事情都没有办法这么好的处理。为什么呢？没有信念，没有信念，没有信仰那如果你对佛菩萨有信仰的话呢，你就会让自己的心因为这样的一种信仰，因为你有一个很圆满很完美的一个模范，一个对象